淝水之战之后，统一的北方再次陷入分裂。五胡十六国当中的10个国家都是在这个阶段诞生的，而其中最爱复国的慕容鲜卑，则是给我们一口气创造了后燕、南燕、西燕3个政权。今天，我们将跟随鲜卑人的视角，丝滑地从五胡十六国过渡到南北朝，并用一期视频来看懂搅动两晋风云的慕容氏。平生未逢一败的战神慕容垂，决定大国兴衰命运的参合碑之战，到底在历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从宏观视角来看，西燕在五胡十六国中的定位，应该只能算得上是狠狠地给苻坚来了一脚这样的角色。毕竟西燕曾经攻入过前秦的首都长安，逼得苻坚父子出逃，加速了前秦的灭亡。但如果从微观视角上来看，西燕存在的使命则是另外一个。那就是与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分庭抗礼。淝水大败之后不久，慕容家的豪杰开始纷纷立国。后燕慕容垂于洛阳起事，之后率部北上攻打前燕的旧土，而西燕慕容宏则是在华阴起兵，与苻坚进行反复的拉锯。两个新生的国家从一开始战略方向就不同，这也导致了他们未来发展的路径也不同。总体上来说，慕容垂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像打地鼠一样，先后对前秦伏丕、东晋刘牢之、丁零部、高句丽部、鲜卑贺兰部、翟魏等政权发动兼并或者战争，可以称得上是步步艰辛，也算得上是战果累累。最终，慕容垂在接近70岁的高龄，基本上完成了对前燕基业的恢复。而另外一边的西燕情况就没有那么好了。西燕建立于关中，可西燕的骨干力量主要是前燕灭国之后迁徙而来的鲜卑人，他们迫切地想要返回关东，因此组织内部的压力和矛盾都非常大，大到了在东迁的途中，皇帝轮番被杀，短短4个月内换了5个皇帝，最终传到了旁支的旁支慕容永的手中，西燕才算安定下来。当初苻坚派遣儿子苻丕坐镇邺城，虽然苻丕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也确实像一颗钉子一样，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后燕、西燕扩张的步伐。不过大厦将崩之际，豪杰流干了血，也无非是这个时代的一滴燃料，苻丕也只能勉强支撑而已。公元386年8月，苻丕与慕容永开战，苻丕先是战败，之后又因内部压力而南下逃亡，结果在途中遭遇东晋劫机而战死沙场。就这样，前秦在太行山脉两侧最重要的一个堡垒陷落了。随后，慕容永接受了大片苻丕的遗产，在黄土高原上抢夺了一片土地，正式登基称帝。慕容永知道，称帝意味着与后燕政权的彻底决裂和对立，因为天下最终只能有一个燕国存在。自知实力不如后燕的他，也曾经试图扩大地盘，但奈何四周都是强敌，其结果也是难以施展。就这样，在与前秦残余势力、后秦的姚苌、关中地方豪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当中，西燕和慕容永走向了最终的决战，与慕容垂后燕的正统之战。公元393年，在基本恢复了前燕的原有疆域之后，慕容垂准备着手解决2个燕国的问题。不过，此时相当一部分宗室大臣和将领们都要求先行休整，暂缓对西燕的用兵。他们指出，首先，后燕从建国开始就一直东征西伐，部队已经打了10年的仗，非常的疲乏。其次，后燕的粮食补给有很大的困难，您甚至下令禁止民间养蚕，只许种最关键的口粮作物。第三，正说之争只能胜不能败，西燕目前尚且是有一定的实力，我们要对他动兵，最好是有完全的准备。慕容垂听完之后长叹一声，相较于大臣们的顾虑重重，慕容垂又何尝不是胸中苦闷呢？不过，慕容垂对这一战的考量显然是更加的充分。他给部众解释道：“同志们、朋友们，时不与待，我已经67岁了，在这个磨牙吮血的16国，我活不了几天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逾越战略问题了。其次，灭亡伪政权势在必行，必须在我们这一代确立后燕的正统和安定。第三，对西燕一战，我还是胸有成竹的。我戎马一生，遭遇名将无数，未曾逢有一败，更何况慕容永这个后生呢？”公元394年2月，慕容垂调动大军出击，正统之战正式开打。慕容垂这边的部署是：太原王慕容凯出府口，辽西王慕容农出壶关，慕容垂本人出沙亭，3路大军征伐西燕。而且后燕大军一路上大张旗鼓，声势颇大，好像就怕西燕方面不知晓的样子。果然，慕容永探到消息之后，高度重视。虽然实力不及后燕，但西燕毕竟占有地利，再加上太行山的几个通道都易守难攻，因此只要是分派人马，
严密防守，慕容垂所谓的大军也很难轻易的突破防线。随后，慕容永又在台壁上建立了一个大粮仓，囤积了大量的物资装备，派自己的小侄子小义斗归、镇东将军、右将军等人率领1万精兵把守，并以粮仓接应各方向，做好了持久战的打算。可以说，慕容永的操作是中规中矩，合乎兵法的。可问题是，慕容垂并不会给你来兵法那一套，他老人家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身经百战，见得多了。这一次，战神要继续给慕容永上花活，展示一手心理战了。慕容垂打出征讨旗号之后，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动作。西燕只是在府口发现了少量敌军在活动，根本没有想象中的一触即发的大作战。慕容永知道慕容垂已经老得成了精了，一想到这厮善于用兵、善于用诈，慕容永便心下不宁，连忙派人打探敌方的动静。但结果收到的消息却是，老贼慕容垂仍旧端坐在邺城的皇宫里，搁那儿享清福养老呢。而所谓的3路大军，也只是驻扎在邺城的郊外，根本没有发兵的迹象。慕容永也是知兵之人，见到慕容垂一动不动，他立刻将这种反常的行为判定为阴谋诡计。再加上目前已经有少量的敌军出现在了北方的府口，以此来推断的话，慕容垂的诡计极有可能是声东击西，在北方制造动静的同时，阻止大军偷袭南方的指关。一想到这一层，慕容永立即惊出一身冷汗，旋即将除了台壁以外的所有兵力尽数调往指关。虽然慕容永很有智慧，但毕竟没有慕容垂智慧。当他调动部队南下的时候，就已经落到了慕容垂的圈套之中。慕容垂想要的就是慕容永的自作聪明、惊弓之鸟。趁西燕军队南调，后燕大军突然进军，还是走之前频繁活动过的府口，并全速前进。1个月之后，包围了台壁。台壁是西燕粮草所在，台壁的闪失直接关乎到10几万大军的安危。慕容永当然不敢懈慢，急派自己的堂兄太尉大义斗归领兵救援。结果慕容垂早就有所准备，轻松愉快地在半路将之击溃。随后，慕容永又命令已经南下的指关的军队火速回援，自己则是亲率5万精锐与慕容垂在台壁以南列开阵势，准备决战。慕容垂则是继续老谋深算，一上来先是来一招一触即溃的小花招，惹得慕容永大喜过望，全军追击。等到西燕追到预设的伏击圈之后，慕容垂左一手截断西燕的退路，右一手令伏击的骑兵从侧翼分割包围，整个过程指挥有序、干净利索。不到半天，西燕军队全面溃败，慕容永仓皇逃回到长子城。而即便是慕容永的溃逃，竟然也在慕容垂的算计之内。他尾随着慕容永的败军，又乘势包围了长子。尽管慕容永曾经反复动摇，在举冲投降、坚定守住和联系外援几个选择之间来回斟酌，但慕容垂可不惯这一套，兵贵神速，战场无情。在他的急攻之下，长子守将伐秦等人顶不住压力，开城投降。随后慕容永被擒杀，西燕的命运走入了尾声。但慕容垂毕竟不是小说人物，如果是小说，我可以写他13岁的时候就在辽东威震一方，是不折不扣的少年英雄。又或者我可以写，当东晋大司马桓温气势汹汹的北伐的时候，是慕容垂受命于败军之际，剑法轻盈的蛰伏700里，最终一剑封喉，彻底击碎了桓温的北伐梦。哪怕是反面描述，我也可以写，当慕容垂在家国命运之前不得不背叛苻坚的时候，他自知不耻，但仍旧甘愿成为万人口中唾弃的那个生为叛臣，死为逆鬼。但慕容垂毕竟不是小说人物，他是一个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人。即便是如此波澜壮阔的一生，即便是恢复灭亡10余年的母国，但在他68岁的时候，仍不得不迎来来自命运的挑战。在比辽东更北的北方，拓跋鲜卑正在崛起。西晋末年，神州陆沉，坚守敌后的并州刺史刘琨为了抵抗匈奴胡和羯人，不得不求助于强大但原始的鲜卑拓跋部。公元310年，刘琨向晋廷提议册封拓跋以卢为代公，4年之后更进一步晋升其为代王，并划拨5个县的土地给以卢。所谓的代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再往后，有较大影响力的是拓跋十一建。拓跋十一建年轻的时候，曾经作为人质在后赵生活过长达10年，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公元338年，他在山西浑源附近即为代王，开始构建政府体系，任用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并开始制定法律，明确对反叛、杀人、奸淫、盗窃等典型的犯罪行为的惩罚。代国由此具备了基本的国家框架。2年之后，公元340年，十一建将首都设在云中圣乐宫。次年，又在不远之处修建新城，
至此，代国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政治中心。随之而来的便是代国农业的渐进发展。30多年之后，公元371年，当慕容垂在前燕待不下去而投靠苻坚的时候，石一建的一个孙子正咕咕坠地，他就是拓跋圭。然而岁月不可能永远的这么静好下去。公元376年10月，苻坚发动30万大军出击塞外，一战灭亡代国。石一建无力应对，在东躲西藏的过程当中被儿子拓跋实军杀死，而拓跋实军又被苻坚抓到长安车裂而死。至此，小小年纪的拓跋圭开始走上了流亡之路。代国覆灭之后，拓跋圭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悲惨生活。他随着母亲颠沛流离，辗转于独孤部和贺兰部之间，寄人篱下不说，还会经常面对来自同族的刺杀。从小生活在极端危险和残酷的境地之下，养成了拓跋圭隐忍、腹黑、冷血的性格。而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终于在拓跋圭15岁那一年迎来了转机。他的舅爷爷慕容垂登基当皇帝了。前秦淝水大败之后，各地豪杰并起，纷纷投身复国运动。慕容垂在中山称帝，建立后燕，这大大刺激了年幼的拓跋圭。因此，公元386年，拓跋圭也振臂一呼，召集昔日的旧部，准备复兴代国。在现今的内蒙古西拉木伦河畔的牛川，拓跋圭召开了部落大会。100年前，拓跋部的老祖拓跋力微也曾经召集过部落大会，那是一次标志着拓跋部从原始社会走入奴隶制社会的大会。而如今，拓跋圭的大会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会后，拓跋圭受到众人的拥立，继位为代王，并改国号为魏，将那一年定为登国元年。至此，代国准确的来说是魏国复国了。但问题是，创业不是过家家。你拓跋圭毛头小子一个，想复国就复国，有没有问过我们贺兰部、柔然部、高车部、独孤部、库莫西部还有匈奴部的意见啊？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是在拓跋部的内部，也不是个个都认可拓跋圭才是正统。比如386年的8月，拓跋圭的叔叔拓跋库多就曾经暗中与另外一股鲜卑人刘显合作，打算做掉拓跋圭，夺取魏王之位。而在魏国的国内，也有人公然的支持拓跋库多。此时，拓跋圭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了跟随母亲颠沛流离的状态。他疲于应付，无力抵抗，只能再次出走，投奔了舅舅贺兰部，并派人向舅老爷慕容垂来求救。慕容垂收到消息之后，沉吟再三，最终决定出手解救拓跋圭。当然，慕容垂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七拐八拐的亲戚关系，而是试图像中原王朝一样，把魏国打造成燕国的代理人，让拓跋部做大冤种，给燕国送钱送粮补给兵力的同时，还能以拓跋部牵制草原一大批其他部落的经历，成为保卫燕国北方安全的屏障。公元386年，为保卫拓跋圭的王位，慕容垂派遣儿子慕容林带兵救援，与拓跋圭合兵，成功驱逐库多。公元387年，拓跋圭再次向燕国借兵，讨伐库多的盟友刘显。此时正巧刘显又很不长眼地抢了慕容垂的良马，因此双方再度合作。慕容凯、慕容林在前面担当主力进攻，拓跋圭在后面补上了致命一刀，两家又成功地驱逐了刘显，瓜分了他的地盘。公元391年，拓跋圭再次抓住机会，趁强敌贺兰部内讧之际，再次向燕国借兵。慕容垂则是再次予以帮助，派遣慕容林领兵协助拓跋圭出击，并最终彻底征服了贺兰部。借着舅老爷协助下的多次胜利，拓跋圭逐渐积累起相当的实力，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先破柔然，再破刘卫陈部，又顺手降服其他的小部落，获得了一大片领土、大量的人口和牲畜。魏国的国力已经在此消彼长当中逐渐的加强，成为了越来越不容小觑的草原强国。在频繁的战争生涯当中，拓跋圭的身体也逐渐出现了一点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说来也奇怪，与同时代众多豪杰都交过手的慕容垂，却在拓跋圭这儿始终没有能保持足够的关注和警惕。本来吧，大国对周边区域的政策，归根到底就是制衡二字。对慕容垂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让拓跋圭、贺兰、高车、铁服在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下互相较劲，在一种谁都不服谁，但谁也不能消灭谁的压力下维持现状。所以慕容垂选择全身心的协助北魏，本身就是战略上的一种失误。而更关键的失误是，面对代国的崛起，慕容垂却始终视而不见，不仅自己不关注，就连有关人员给他披露情报的时候，慕容垂也表示问题不大。比如，虽然慕容林是个坏种，但多年来代表后燕与北魏打交道的他，仍旧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
在帮助拓跋圭降服贺兰部之后，慕容林曾经非常严肃地向父亲汇报，指出要小心待国，最好能把拓跋圭从他们部落里给揪出来，放到大燕的中央朝廷里来看管。结果慕容垂仍旧没有上心，未采取任何手段。早在公元386年的时候，慕容垂册封拓跋圭为后燕的西单于上古王。那个时候拓跋圭就很傲娇，辞而不受。或许对于别人来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对于拓跋圭来说，这个世界没有大树，只有王者，而自己就是那个王者。因此，早在10几岁的时候，拓跋圭就做好了终有一天无法与后燕和平共处的准备。那与其等着后燕找上门来，倒不如主动出击，先给老虎的屁股踢上几脚。双方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公元391年7月，拓跋圭派遣堂弟拓跋孤出使燕国。此时的慕容垂已经65岁了，老态已现，日常政务主要是把一把大方向，其余的都交给太子慕容宝和其他的宗室子弟去了。拓跋孤来的时候，慕容垂刚好去了范阳。拓跋孤心想，不如直接去中山拜谒燕国皇帝。可没曾想，当前主持工作的慕容子弟竟然不顾外交礼仪，把慕容孤强行扣下，还通知拓跋圭必须拿北方的良马来换人。可见，在双方多年的合作当中，拓跋是在燕国压根儿就是一个可以予取予夺的大肥羊。拓跋圭听到消息之后，当然不能接受，而被扣押的拓跋孤也找了一个空当逃走了。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眨眼功夫，拓跋孤又被太子慕容宝给抓回去了。而且慕容垂知道此事之后，虽然没有像年轻子弟一样为难拓跋孤，但他也没有把拓跋孤放回魏国。或许在慕容垂看来，如果放回了拓跋孤，一则是有损燕国的威仪，二来则是会有损太子慕容宝的威望和形象，所以维持现状或许是他最稳妥的选择。而另外一面，小王子拓跋圭当然也不会咽下这口气。没过多久，拓跋圭就公然派出使者去与西燕结好。那个时候，西燕与后燕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最终的决战。天无2日，拓跋圭天天吃后燕的饭，却转头做西燕的儿子，这就令慕容子弟分外的恼怒了。然而，拓跋圭的补刀还没完。公元394年，后燕和西燕展开决战的时候，拓跋圭竟然毫无顾忌地接受了慕容永的求援，并且真的发兵支援慕容永，对抗慕容垂。不过，即便如此，慕容垂依旧是非常克制。一方面，慕容垂此时已经年近70，而且身体有病，经不起大的折腾；另外一方面，燕军刚打完西燕，太需要休整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想安度晚年，但时代不会怜悯老弱多病。公元395年5月，拓跋圭再次先下手为强，主动攻打依附后燕的杂胡部落，正式打出反燕旗号。慕容子弟，尤其是慕容宝跳了出来，请求一定要消灭拓跋圭。至此，决定燕国后来命运的太子慕容宝终于姗姗来迟地出场了。慕容垂的儿子有很多，能力出众者也有很多，但国家储君毕竟不是地主老财分家，太子人选也需要多方面的考量。比如，第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是否嫡出。所谓嫡出，就是经过正经册封的皇后的孩子。仅这一条就限定了慕容垂只能在当年大段夫人生的孩子当中选择太子。当年前燕皇帝慕容俊容不下慕容垂，四处搜查线索，迫害他。最终，皇帝把主意打到了慕容垂的老婆段夫人身上，污蔑他有巫蛊咒诅之事，并以此将段夫人下狱，严刑拷打，试图屈打成招，从而牵连出慕容垂所谓的犯罪证据。尽管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段夫人还是在奄奄一息之际给慕容垂传话，说：“我并非吝啬一死，只是谋反罪名尚如祖宗夏累夫君，我是不会认的。”最终，坚贞不屈的段王妃在狱中被活活的拷打致死。而正是有段王妃的拼死保护，慕容垂才有机会在那次事件当中得以保全。慕容垂对段夫人的感情可以说是白月光意难平，而段夫人当年给慕容垂生的孩子只有2个，一个是慕容令，另一个就是慕容宝。慕容令作为长子，才华突出，有胆有谋，早早的就被立为了世子。但是后来前秦丞相王猛一波金刀计，唬得慕容令先叛逃，后流放，最后被杀。因此，到了后燕建立的时候，慕容垂便只能立慕容宝为太子了。这个时候，慕容垂的夫人是当年段夫人的妹妹，我们一般称之为小段夫人。小段在立太子的时候，就曾经劝慕容垂三思，可以综合考量慕容浓或者是慕容龙为子嗣。但最终，或许是出于对段夫人的情感，或许是当年夫妻2人的承诺，也或许是封建伦理的束缚。总之，慕容垂坚持让慕容宝成为了接班人。慕容宝比起其他的几位兄弟，说不上有多雄才大略，他性格软弱，能力平平。
最关键的是身上并没有什么军功，可以说慕容宝的唯一优势就在于他的生母是段夫人。公元395年5月，慕容垂下令讨伐北魏，由太子慕容宝挂帅，督率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林等统兵8万精锐作为主力，再令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统兵18000人作为后续部队。可以说，慕容年轻一代的所有才俊全部都上场了，而此时的出战部队也是自后燕立国以来的百战之师。慕容垂给太子配备的，从将领到士兵都是后燕精锐。这样的配置和安排，目的已经不言而喻了。慕容垂就是想通过这次战争给慕容宝积攒军功和威望。或许他觉得，就算太子再不争气，但有那么多强力副手配合，对付北魏这样的边远部落，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就这样，慕容宝带着后燕所有的家底，浩浩荡荡地向草原进发了。另外一边，虽然北魏在慕容垂眼里确实是一个小国，但拓跋圭本人却不是一个小人物。一个从5岁开始流浪，历经多次生死劫难，却依然在王座上傲视的少年英雄，即便是年轻时候的慕容垂，也未必见得能与之匹敌。在得知后燕倾尽全国之兵而来之后，拓跋圭决定暂避锋芒，下令将部落的所有的人口、牛马、物资打包起来，向后转移，渡过黄河，一口气退出1000余里，开始冷静地观察对手。拓跋圭的转移就使得慕容宝的进军颇为顺利。395年7月，燕军从幽州出发，不久之后到达魏国国都所在地盛乐城。在发现此处并没有敌军之后，燕军继续大步流星地沿着黄河到达五原附近。在五原，慕容宝又顺利地收降了北魏以及其他部落的居民3万多户，收割杂粮100万户。随后又在此地设置黑城，准备下一步作战计划。燕军在河套平原上一往无前的进军，再加上拓跋圭不战而走，西逃黄河，这些都使得慕容宝逐渐轻敌。同样，慕容宝也知道父亲如此大张旗鼓地令他出征，如果仅靠眼前的这种收降几万户百姓的胜利，必不能让父亲满意，也无法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立威。因此，在稍作了休整之后，慕容宝下令全军向黄河北岸移动，安营扎寨，打造船只，准备渡河追击拓跋圭。当慕容宝打到战船的时候，拓跋圭敏锐地发现了战机，并开始自己的大棋局。一方面，他秘密派出多路的斥候，一路上封锁燕军与后方的交通命脉线，将那些来往于前线和后方的情报员全部抓获并控制起来。这使慕容宝在到达五原之后，再没有收到来自燕国中央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父亲慕容垂当前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拓跋圭开始战略大迂回，他秘密调动军队，派出4路大军，布置天罗地网。第一路由陈留王拓跋虔率骑兵5万屯驻河东，切断燕军与后方之间的联络通道。第二路由东平公拓跋仪率骑兵10万绕过燕军，从草原监视燕军动向。第三路由略阳公拓跋尊率骑兵7万渡过黄河，与拓跋仪形成包围态势，并严密防守后燕可能从河北地区的增兵。第四路由拓跋圭本人率领，伪装成主力，在黄河南岸做阻击燕军渡河的假象。在这种静默的对峙之下，在与后方失联几十天之后，9月，慕容宝仍然坚持出击，下令全军开赴黄河沿岸，一字排开，准备渡河决战。但不巧的是，突然间狂风大作，燕军的几十艘战船被大风刮到了南岸，让拓跋圭白白捡了这批装备不说，船上的300多名随行的士兵也都被魏军俘虏了。面对突然的变化，拓跋圭继续借力打力，他将这些俘虏款待一番之后，就全部放了回去。只是临走之前，对这些人说：“你们的皇帝慕容垂已经病死了，你们还不知道吗？”拓跋圭的把戏不言而喻，屡见不鲜。他是在向燕国军队释放假消息，用美丽的话来说就是 fake news。但问题是，假消息放出去之后，从慕容宝到普通士兵都被这条传言给震动了。毕竟他们出发的时候，皇帝的身体确实已经很不好了。更何况，也确实是很久不曾收到后方的消息了。过了没多久，拓跋圭又抓到了一个慕容垂的信使，他逼着信使继续散播假消息，隔着河给慕容宝喊话说：“你父亲已经驾崩了，你还不早点回去处理后事？”处于恐慌之中的人们更倾向于把事情往坏处想。在拓跋圭不断的信息的干扰之下，后燕军队当中很多人都开始相信慕容垂确实已经去世了，他们心中的战神一样的皇帝不在了。尽管慕容宝还在强撑着镇定，但人们还是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10月下旬，慕容宝的弟弟慕容林以及其心腹认为老爷子的死是夺江山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密谋废除慕容宝，篡位自立。
虽然这次夺权被提前发现，慕容林先下手为强，处死了心腹，假装不知道内情，躲过一劫，但慕容宝却没有心情再去考虑他的混账弟弟。此刻，慕容宝的心理压力已经走向了极点。一方面，父亲给他配置如此豪华的阵容出征，倘若现在无功而返，那不就等于白忙活一趟，丝毫不能助力自己接班。即便是回去接班了，也不一定能镇得住宗室和诸大臣。另外一方面，不撤退，燕军准确的来说是慕容宝自己，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彻底战胜拓跋圭。万一战败了，那更是危机四伏，情况比现在还要危险。可如果父亲真的驾崩了，自己不走，还在这黄河边上晃悠，那么国内说不定早已经发生变故，连皇位都是别人了。慕容林阴谋夺权，不就是例证吗？更何况，假如父亲没有驾崩，那几个月以来，为什么始终没有情报来过呢？就这样，在可怕的信息断绝和极端的心理压力之下，10月25日深夜，慕容宝烧毁所有船只，下令全军撤退，迅速回国。慕容宝撤退的时候认为，10月底的天气，黄河不会结冰，结了冰也很难让拓跋圭大军渡河，因此他断定黄河南岸的拓跋圭肯定不会追上来，所以就没有安排斥候在大军周围警戒，而是一心撤退。慕容宝的判断不能算错，不安排斥候也没有那么罪无可赦，毕竟拓跋圭确实难以渡河，而拓跋仪、拓跋前两支大军虽然在监视，但一时间也不能迅速判明情况，发起战斗。可以说，慕容宝此时的处境并没有多么的危险，但可怕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操作失误，而是众多不利因素的叠加。当拓跋圭因为距离拓跋仪、拓跋前太过遥远而心急火燎的担忧错失战机的时候，11月3日，一场大雪拦住了慕容宝的退路，也悄然间令黄河彻底结冰。一夜之间，局势发生惊天逆转。拓跋圭不敢稍作停留，他将辎重、牛马、财宝全部都扔在了原地，然后便亲率2万骑兵渡过黄河，急速追击。而另一边的慕容宝则是刚刚走到参合碑。关于参合碑的具体位置，现在有2种主流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在内蒙古凉城东北，另一种说是在今天的山西阳高。我们能确定的是，参合碑是一个小山坡，山坡前面是一条小河。突然间的狂风骤雪、飞沙走石，让慕容宝决定原地驻军休息。或许他觉得参合碑的山刚好能挡住风沙，而参合碑的河也能提供水源，在这儿搭建营地再合适不过了。当慕容宝安营的时候，随行的和尚支坛猛忧心忡忡地给慕容宝建议说：“天象异常，风气暴汛，这是魏军即将进攻我们的征兆，大王您应该做好准备迎击敌人。”慕容宝听完之后笑了笑，并不理会。在他看来，魏军现在还在千里之外的黄河南岸，燕军已经从容撤退了7、8天了，怎么可能会出现问题呢？与此同时，坏种慕容林也装腔作势地怒斥支坛猛说：“以殿下之神武，大军之浩荡，足以横行沙漠，所鲁何敢远来送死？你这和尚满嘴大话，就该杀了你，严肃军纪。”看到慕容宝、慕容林都不屑一顾，支坛猛急得哭了出来，说道：“当年大秦天王苻坚曾有100万雄师横行宇内，但正是因为恃众轻敌，不信天道，所以才溃败淮南。你们比起苻坚又能强多少呢？”支坛和尚话音刚落，辈分最高的司徒慕容德也出面劝谏。慕容宝沉吟再三之后，决定按照大家的意见加强防备，随后便派遣慕容林率军3万断后，以备不虞之需。可以说，截至目前，燕军已经做好了防御策略。但问题是，接到任命之后的慕容林根本没把断后当回事儿，他派遣骑兵装模作样的向后追击了10多里就解散了，然后慕容林就与自己的亲信游荡到山沟里去打猎去了。好了，至此，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燕军即将迎来灭顶之灾。11月初9黄昏，拓跋圭率领2万骑兵日夜兼程，抵达参合碑的山岗的背面。由于燕军看不到山后的情形，拓跋圭下令全军稍作停顿，整理军备。对于拓跋圭来说，参合碑并不陌生，25年前他就是在这儿降生的。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仿佛命运就在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添加各种各样的使命。即便是贵为王子，将来说不定还要当皇帝，可拓跋圭感觉自己似乎就是被时代推着，不停地往前奔波，一刻都停不下来，就像他那个战神舅老爷一样。当天终于蒙蒙亮的时候，拓跋圭从沉思当中回过神来，他想，或许魏国和自己的命运就在眼前的参合碑了吧。随后，拓跋圭向部队下令总攻命令。这是一次单方面的屠杀，2万魏军从小山坡的顶峰向下飞驰，犹如一把尖刀刺进了还在沉睡中的人的胸膛。
燕军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就在厮杀当中原地崩溃。由于地形的原因，燕军发现他们连逃的地方都无处可去。最终，15000名燕军或死于屠杀，或死于践踏，或溺死于河中，而剩下的包含鲁阳王、桂林王、济阴王在内的数千名文武百官以及5万名战士全部被俘。所逃离者不过是慕容宝、慕容农、慕容德等1000多人而已。拓跋圭对这场战斗无疑是满意的。在后面那个叫做南北朝的时代，已经当了皇帝的他，曾经4次巡视参合碑，无限回忆着当年的大破贼寇的荣光。可眼前，拓跋圭却对这5万战俘发愁了。此时，北魏体量还不足以消化这么多的战士，更何况都是异族的战士。据魏书记载，拓跋圭最初的打算是给这5万人一点盘缠，放他们回国，去中原地区宣讲北魏的好政策，打造拓跋部仁义之师的形象。但这一想法被中部大人王建极力反对。他说：“燕国是中原大国，国力强盛，我们这次取胜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倘若把这些人都放回去，他们一眨眼还是会拿起武器成为敌人。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样才能削弱燕国的实力。”拓跋圭早年间是接受过正统教育的，也曾经在长安的皇宫里亲眼见过人王苻坚。对于杀降，拓跋圭并不同意。他说：“倘若杀降，以后中原人会更加的仇视我们，我们再想征服中原就难上加难了。”但王建和其他的部落大臣极力反对，坚持要重伤后燕，双方因此吵的是不可开交。最终几经权衡和讨论之后，拓跋圭下令5万燕军全部就地活埋。奠定大国兴衰的参合碑之战就这样落幕了。慕容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生命的晚年还要遭受如此的屈辱和悲痛。当初为了给太子立威，他曾经在战前动员文武百官和妃嫔都加入远征，只是为了把声势弄得更大一些。可如今那些燕国的肱骨之臣却都在参合碑化作了白骨。慕容垂是老了，经常身体生病，行动也不方便，确实是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这个时代不会老，时代强加给他的命运不会停歇。参合碑之战之后，慕容垂清醒地认识到北魏已经是燕国最大的隐患，他必须时间赛跑，在死亡真正来临的那一刻之前，为子孙和国家把这个危险拆除。另一方面，杀红了眼的太子慕容宝叫嚣着一定要找北魏报销此仇。德高望重的慕容德也委婉地劝谏慕容垂，指出倘若他老人家不在了，将来只能靠太子，必定斗不过北魏。现在就是慕容垂必须发挥余热的时候。因此，在多方面原因的加持之下，公元396年的3月，华北大地刚刚开春，70岁的慕容垂再次踏上了征讨敌人的旅途。而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57年了。北魏那边，或许是因为上次大胜让魏军变得骄傲，也可能是老牌战神出手的高水准的操作。本次会战，北魏事前丝毫没有感知到危险，任由慕容垂开凿太行山道，秘密前行到了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大同。平城方面，拓跋圭的堂弟拓跋虔在此驻扎，并配备3万重兵把守，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慕容垂派遣慕容农、慕容龙率领精兵发起奇袭，一战击杀拓跋虔，彻底瓦解了平城的守备。拓跋虔在北魏很有威望，他的阵亡震动了很多人，而在军事造诣登峰造极的慕容垂面前，拓跋圭也瞬间被打回了原形，化身成了新兵蛋子，满脑子想的只有逃命的想法。此消彼长之间，这就令相当一部分的部落首领有了投降燕国的想法。可以说，此时的慕容垂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令北方闻风丧胆的标识符。慕容垂知道自己一战就能打垮拓跋圭的威望，继续战斗下去，就有可能将拓跋部乃至整个魏国肢解离散。他又何尝不想踏遍草原，将拓跋圭追捕到天涯海角，直到为子孙把隐患彻底消灭为止呢？只是自己的病情实在是太重了，他再也没有力气纵横沙场了。死亡是世界送给每个人的礼物，是万事万物最终的归宿。为了能在自己死前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慕容垂下令放弃追击，班师回国。在回国的途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慕容垂恰好经过了参合碑。他一眼见到被野兽扒开的万人坑上土色犹新，被各色动物啃食的战友们的白骨堆积如山，如此惊心动魄的惨烈景象让他触目惊心，不能自已。随后，慕容垂下令铸造祭坛，为埋骨他乡的将士招魂。法事进行的时候，万人坑边上还活着的儿子兄弟为他们那些惨死的父亲兄长嚎啕大哭，声震山野。作为这支队伍的统帅，早就疾病缠身的慕容垂再也无法承受情感的刺激，悲愤、羞愧、自责和后悔一起涌上心头。在撕心裂肺的哭声当中，慕容垂大口大口的吐血，直到一头栽倒在当场。慕容垂倒下了，战无不胜的军神不见了。
眼前有的只是一个充满遗憾和忧虑的老人。所有人都知道，他要走了。慕容垂病倒之后，后燕大军选择在平城西休整。慕容垂病情每况愈下，自知时日无多的他，令人在驻军之处修筑燕昌城，寓意着大燕昌盛。他不知道，或许他也知道，随着自己的谢幕，大燕的昌盛也就此谢幕。公元396年4月10日，燕军班师回朝，慕容垂没走完自己回家之路，在莒阳病逝，享年70岁。另外一边，已经逃无可逃的拓跋圭，在得知慕容垂病倒的消息之后，喜出望外的准备发起追击。但当他听到燕军又在平城停驻的时候，出于对慕容垂的忌惮，拓跋圭反复思考，权衡再三，最终决定不再追击，返回了圣乐城。可以说，人生的最后一战，慕容垂没有输给拓跋圭，而是输给了时间。他从13岁提枪上马开始，一生从无败绩。倘若上天再给他一点时间，历史必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偶然、意外、遗憾、不甘，哪一样都不是自己能做主的。总之，到了该闭眼说再见的时候了。再见，战神。视频的最后说一说燕国未来的命运。早在参合杯大败之后，后燕就已经有了隐隐的动荡之势。等到慕容垂也去世之后，继位的皇帝慕容宝在拓跋圭的连连进攻和国内此起彼伏的叛变之下，无力执掌中原江山，选择放弃关内领土，逃回了慕容鲜卑的发家之地龙城。慕容宝一走，华北地区大片领土无人当家。司徒范阳王慕容德带领不愿逃亡的一部分势力，先南下河洛地区，之后又辗转去了山东，并在那儿称王，就是南燕政权。慕容宝逃亡到关外之后，照旧无法操持政务，内忧外患逐渐加深，再加上慕容氏内部激烈的内斗属性，致使后燕先爆发了慕容宝与儿子慕容慧的火并，随后舅老爷蓝汉又杀死了慕容宝，没几天蓝汉又被慕容盛所杀，慕容盛又死于前将军段基之手。最后，后燕的皇位传到了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熙手中。任何一个政权走入尾声的时候，权斗互杀的故事总是屡见不鲜。慕容熙在位期间，荒淫暴虐，百姓民不聊生，最终在407年被慕容云所杀。慕容云本名高云，原为高句丽的旁支，是慕容宝的养子。因此呢，慕容云登基之后改回高姓，至此后燕正式灭亡。如果从慕容垂自立为燕王开始算，而来24年矣。另外一边，在山东青州建立的南燕政权总共存在了10年。公元409年，东晋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刘裕挥师北伐。1年之后，南燕首都广固被刘裕攻克，南燕至此灭亡。随着后燕、南燕的灭亡，慕容家的故事也就此走入结局了。100多年之后，像苻坚一样雄踞北方的北魏也迎来自己的大崩溃。在一场名叫六镇起义的动乱之中，慕容鲜卑也曾经追随天柱大将军尔朱荣加入时代浪潮，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历史的主角已经是六镇勇士和武川豪杰了。